注意看，黄头发的乌克兰女拳王竟在赛前发布会顶头挑衅俄罗斯姑娘，口中还不断问候俄罗斯姑娘的父母。在比赛当中，乌克兰女拳王更是不顾裁判阻拦，恶意击打俄罗斯姑娘的面部，导致伤口深可见骨血流不止。现场3名医务人员竭力止血，却无济于事，甚至吐出的血水中夹杂着碎掉的牙齿。然而罪魁祸首却在赛后开怀大笑，声称自己要代表乌克兰把所有中俄选手打毁容。此女是来自乌克兰的女拳王斯瓦特拉娜·高斯特，声称要代表乌克兰打烂所有中俄选手的脸，打法残忍毒辣，甚至在一次比赛中掰断了中国姑娘的手臂。因为她在比赛中对中俄姑娘使用残暴的手段，所以在乌克兰被奉之为不死凤凰。殊不知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此时的中国女战神张伟丽在国际擂台连战连捷，虽然比赛档期很紧张，但她选择义无反顾接受对手挑战，只因她不愿让那些中俄姑娘在擂台上白白被对手欺辱。很快就来到了约定比赛日，这个乌克兰女拳王曾任职于乌克兰王牌部队，负责保护乌克兰高层人物的安全，对中俄两国的选手可以说充满了恶意，内心也是极度膨胀。当她赛前得知张伟丽接受挑战的消息之后，竟在发布会拿出了一束只能在葬礼中使用的鲜花，现场扬言张伟丽就是个黄毛丫头而已。这次我不会给中国人留一点情面，直接把张伟丽打进坟墓当中，作为抢走她金腰带的礼物，我会亲手把白色鲜花插在她的墓碑前。狂，实在是狂！这次比赛伟丽信心满满，她认为回应对手的羞辱毫无意义，因为她曾表示要给孩子们做好榜样，所以是要用拳头拿下这场比赛，捍卫祖国的荣誉。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白色拳套中国女战神张伟丽，黑色拳套乌克兰女拳王高斯特。高斯特的双臂高架，走位也很灵活，她曾作为乌克兰高层的御用女保镖，最擅长的就是摔揉技巧，所以现在不断踱步就是为了寻求把伟丽带入地面的机会。这小娘们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伟丽又岂会不知，右脚勾绊把对手带入地面，随后不断侧转身位，寻求更深的把位压制。现在张伟丽迅速的开始采取过腿的动作，然后你看高斯特在防守，但是现在漂亮的骑乘过腿，很深的骑乘位，接下来很考验高斯特的挨揍能力。肘击，张伟丽的有着非常细腻的巴西柔术的功底，刚才的从侧面转成骑也可以说是无缝连接。我们看高斯特企图是连续的起桥来逃脱这个被动的位置，再次的起桥，张伟丽现在是需要更稳一些，消耗对方体能。我们看到连续肘击，高斯特只有防守的，可以说是在利用现在自己。高斯特的脑袋都快被打成浆糊了，双腿锁腰，双臂紧抱，想以此来减少受到的疼痛。伟丽显然是发怒了，完全就是要一回合拿下对手的架势，拿住对手一条手臂就要手臂十字固。张伟丽现在十字固，非常紧，有了，哦，没有，好了。高斯特的防守的技术还是非常到位，他使用自己手臂被拉直的瞬间，利用手臂角度的调整，而张伟丽也是感觉这个动作快要失去的时候，是主动放开。高斯特认为自己控制住伟丽的头部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女战神张伟丽核心力量强大，被锁住头部仍然能抽拳砸脸，把对手脸颊打得咚咚作响。高斯特可能是疼极了，强行转身试图挣脱骑乘，伟丽却用一套侧转身位加膝盖上盘给他好好上了一课。膝盖上盘，看能不能再次拿到承袭的位置。张伟丽实在是转换的非常的快，我们看到刚才呀，其实高斯特几乎是已经完全逃脱了，然后他的教练也在场边不断的这个喊成功的这个提示，但是张伟丽马上转换。特别是对于这种遭遇战，对于不管是高斯特还是张伟丽，高斯特现在的反抗仍旧激烈，可就像是待宰的母猪一样任人蹂躏。伟丽站立向下霸道砸拳，高斯特想要强行起身，结果却再次被伟丽扔在地上，恐怖的压制力让高斯特深感窒息。张伟丽的这个摔太漂亮了，张伟丽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基本功，而且跟他训练过有很多的男选手都表示，一般的同级别的男选手都很难抵挡张伟丽那强大的脚感。伟丽的肘部死死顶住高斯特脖颈，让我想到了伟丽的成名绝技肘刃，就看有没有这个机会用肘刃给高斯特整整容了。虽然伟丽武则充沛，但面对这种恶意出言嘲讽的老外，绝对没有手下留情的必要，来迫使对手犯错误。再注意看张伟丽的右手是牢牢的抢住了敌手，迫使对手呢在下位，但是不能够自由的翻转。
再次的肘击，高斯特也在是奋力的用双腿上盘，想要把张伟丽。高斯特被伟丽地面压制了这么久，说明这娘们确实有2把刷子，但也仅仅是2把，绝对掏不出来第3把。他明白现在唯一挣脱的方式就是走龙，但伟丽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上身压制让对手的体力快速下降。然后再次的企图是拿到了后背，这个后背拿的非常的难。我们看到现在是完全的拿到了后背，我们看张伟丽准备采取自己的裸脚。现在高斯特呢，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只能说张伟丽进去一个手想去勒他颈部的时候，把张伟丽的手拉下来，但是伟丽死死锁住对手脖子，但却没着急做出下一步的动作，因为把位一旦形成，那么想要困兽犹斗的高斯特势必要拼命挣扎，而这就落入了伟丽的圈套当中。失去体力后的高斯特只能是待宰羔羊，所以接下来就看伟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终结对手。虽然说高斯特现在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但是他的这种防守的意识啊，还是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张伟丽处于下位，但是呢，他拿到的是高斯特的背部，这个位置对张伟丽是非常有利的。伟丽就像小书包一样紧紧束缚对手，看起来仿佛绵软无力，但实际上早就把高斯特肋骨勒出内伤了。所以高斯特拼了命想要起身，仓皇中却被伟丽再次拿到手臂。转十字固，高斯特还是高位的防守，反应还是非常灵敏，转了过来，再次的翻转，再次十字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高斯特呢，现在是被激发出了怒火。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回合铃声响起，第一回合伟丽造成了50次的打击和8次的有效打击次数，而高斯特的打击数则是让人不可置信的0。所以说毫发无伤的伟丽会在第2回合大显神威，老铁们千万不要眨眼，因为随时都会有终结对手的名场面出现。好，第2个回合。但从第一回合来看呢，高斯特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劣势，他在第2回合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一些。高斯特被打急了眼，揣着拳头就去找伟丽拼命，完全乱了章法，结果再次被伟丽半摔进入地面。拍法的对攻，又张伟丽占据上位，因为从现在张伟丽的伟丽没获得更深7成位，索性一发砸拳，威力当真是恐怖至极。反观高斯特防御不错，却也只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阻止伟丽过西7成，再次进入伟丽的猎杀时刻。泰国赛前的几天，最后的3公斤是尤为的艰难，也就是说张伟丽这次赛前这个小插曲的，可以说之前并没有在张伟丽身上不存在的问题，但这次比赛前也存在了，所以说比赛真是一个需要各个方面的准备，各个方面的经验，还有各个方面的应对。但是同样也是张伟丽经过艰苦的降重呢，他得到了应有的这种报答，他在体格的优势上还是非常的明显。我们觉得伟丽招牌动作霸王砸拳，左拳撑地，右拳砸头，瞄准了高斯特的脸就是一顿输出。赛前高斯特口出狂言，完全就是井底之蛙的做法，认为我们还是那个虚弱的祖国，殊不知华夏大地卧虎藏龙，养精蓄锐的我们已然矗立在拳坛之巅，完全有足够的实力用拳头教育这些嚣张的老外。这个是张伟丽非常擅长的位置，再次转回来，肘击。高斯特控制伟丽一条手臂，天真的认为能减轻伤害，结果却差点被伟丽掰断手臂，所以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防御。现在的高斯特可以说是道心都被打破了。但是现在张伟丽不给他任何的机会，非常重的地面砸击。张伟丽非常的稳定啊，然后不着急，一拳一拳的结束对手。高斯特翻转身位暴露后脑，试图让伟丽违规击打，这算盘都快打到伟丽脸上，刁钻角度对着高斯特就是一顿输出，让人直呼过瘾。高斯特的边角的教练也是非常的着急，不断的来鼓励高斯特继续做动作。但是我们看高斯特现在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做其他的动作，只能是疲于防守。现在已经被拉平了，再次的挨拳，裁判终止比赛了。伟丽显然还没过瘾，但裁判却阻止伟丽输出，害怕高斯特在擂台上出现3长2短。殊不知那些受伤的中俄姑娘在擂台上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真希望中国的裁判能站起来，真正像张伟丽这些走向国际擂台的选手一样充满血性。最终伟丽 TKO 的方式拿下比赛，
并且让对手从始至终没造成一次有效打击，简直就像是大人教育小朋友一样简单。老铁们认为最终裁判应该提前终止比赛吗？欢迎留言说出你们的看法。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评论区再见。向回力 from China。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伟大的